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到12点。请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直播了。好，有新朋友已经进入直播间了，请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或者其他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好的。感谢两位确认。我快速讲一下这个标普这个指数大盘。那么今天因为这个在周末，美国政府就是两党达成了那个协议吧，然后政府要开门了。现在这个市场是比较乐观的一个高开。那么在日线上，我们简单说一下日线，这个4835，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有一笔回调也成一笔了。现在这个回调这一笔能否形成下面这个中枢的3买，还有待观察，对吧？因为这个新的一笔还没有生成，它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底分型，然后继续往下跌也可以。现在就是我们观察这个底分型形成之后能不能够延续。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跳空缺口，然后现在目前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就看收盘之前能不能够拉回去，对吧？然后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我们之前说过，从6920下来是一个123，当时我们还测过这个123是不背驰的。那么我当时给的建议，因为跌破了这个6672，但是在周五是一个强势拉回来了。那么那个现在的就是我们看，我当时的建议是不做这个4的反弹，但是你要根据你自己手里的股票要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吧？那么在大盘的话，它是回到现在这个，现在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可以是或者说类中枢。1小时上这里你可以画一个类中枢，所谓类中枢，就是因为它这一笔还没有结束，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那么中枢就可以落在这里，或者说，如果说接中枢的这个这一笔落在这里的话，那进入中枢就要调整一下，往下调整一下，对吧？无论怎么样，如果说这里要到这个位置的话，它再回来一笔的话，就会出现一个2买，前面这里是1买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做的，对吧？然后看它是不是要打一个高点，还是说再继续震，然后再选方向。所以现在你在周五没有进的话，或者说这个冲高回落减仓的话，那就在等待这一笔回落就可以了。你可以再简单的测一下它，如果说用这个黄金分割，看能不能再踩一下200均线，甚至到其他的位置，对吧？这就是小周期的，可以利用这个做2买，而不要去追涨，这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么看一下大家提问的，先看一下秦朋友问的一个 ETHA， 这是一个ETHA 是以太币跟踪以太币的 ETF 吗？那么我们可以，如果说这个，请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那如果是这个的话，我们就简单看一下以太币这个，就是它俩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跟踪以太币的。那么以太币的话，它就比那个比特币的话稍微偏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图形上，经过这段时间的回调，它这个结构上，首先以太币的大结构上是2个中枢的趋势上，在这个盘整上啊，在月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这有一个月线大中枢，下面有一个月大中枢，但是高低点是有接触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扩张之后的一个月线大中枢。那么针对第2个这个中枢的话，现在是有回落了，但是呢，在月线上现在只是4个月的回落，还不够一笔，而且其中有2根 K 线还有包含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2个方向都要看，要么是1383的上涨没结束，要么就是这个回落要延续，对吧？所以说这就是2个方向你都要看。那么周线上
从这个两个位置看，1383和这个4955，现在周线上回落是够一笔了。那么周线上这一笔如果结束的话，前面是1买的话，这里就是周线的2买，它离现在这个120周和200周都比较近了。如果说能踩到比如说120周，你看前面这里120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长周期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均线。如果说能踩到120周，那就有希望得到一个大的支撑。那么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现在周线上这一笔能不能够结束，对吧？能结束的话，我就可以转折了。这就来到日线上了，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那么针对这个以太币的日线的话，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2次回荡，做成了一个中枢。它这个第3段啊，就是当时是非常纠结的，比比特币的要纠结很多。就这段，它在一个小周期里面，也就是说4小时上做了一个中枢。它这次反弹是不构成日线的这笔反弹的，所以说它还是一个离开段。然后在最近的这一波反弹是出现了一个有效的反弹。我们看这一笔反弹，我们把其他都清掉。这一笔反弹现在构成了一个3脉。如果说这个结束的话，是构成3脉，就是说这个的是上面这个中枢潜在的一个3脉，对吧？那么前提是这一笔的反弹要结束，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要看一下4小时上，因为它是24小时交易的，所以说日线的次级别是4小时。那么它的话，这是一笔上下，现在是3段，就是4小时上是3笔，我们简单测一下这3笔的一个空间，刚好在等比例，看到没有？非常的这个，你如果说熟悉这些工具的话，这就是机构做出来的吧？这就是3段，刚好到了等比例了，它上不去了，它为什么要下来呢？对吧？前面这段明显走得更凌厉，你就这3段比较的话，就是这一段和这段比较，明显是前面这段更凌厉。你看后面这段，它里面是有折线的，说明后面的这个这可能是周末构成的，在上升过程中很多人担忧嘛，所以就有人卖，所以就说后面这段它的这个上涨状态并没有前面强。那现在就回落啦，4小时你就等吧，看这里回落一笔之后，看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高点3481。如果说碰不到3481的话，还能够再弹一个小五浪12345。如果说碰到之后，那就看它形成中枢之后能不能够再起来，就做这个结构买点，对吧？现在就关注的就是这个回落这一笔，但是现在4小时上回落是不够一笔的。那么1小时上看看有没有结构，没有结构。30分钟上结构也不明显。15分钟上带中枢了，15分钟上这里有中枢了，对吧？那就15分钟现在走小 B 段呢，15分钟上走小 B 段，15分钟上什么时候再出来第2个中枢？可能再打一个低点，才有可能结束什么呢？才有可能结束4小时那一笔。所以说你要盯着现在就是15分钟上什么时候结束，才有可能这个4小时这一笔结束，你才可以去尝试买4小时这一笔，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中枢之后可以继续上，对吧？所以说日线上这一笔没结束，盯着15分钟和4小时，这是这个以太币。然后再看那个其他人问的，Sherry 朋友问了一个 Coinbase， 那么也是 Coinbase 的话也是这个它因为是虚拟币的这个交易商嘛，它就是就是立志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立志作为一个币圈的一个亚马逊，就是你只要想买虚拟币的话，你就去 Coinbase 就可以了。他们是想做成这么一个。那么它的结构我看一下，周线上回落够一笔了，但是呢，这个上涨是不够一笔的，就是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啊。那么就是说月线上还要从这个142开始看2个方向，但是呢，月线上这一笔回落之后，我可以现在这样重新划分。我们需要重新划分一下它的结构，怎么个重新划分法呢？就是说月线上这里已经回落构成一笔了，我们需要把前面这一笔拽到这里来，需要现在这样划分，因为其中这个中间这一笔它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回落一笔，现在它的月线上是这样，因为这一段是回落够一笔了，但是它上涨这一段又不够一笔，所以说这些都不要，
变成了从 31.55 直接上去，然后这里回落。现在这个的回落又是一个潜在的二买，就是月线上的大周期的一个二买。前面这些全是月线上的一笔，对吧？那么这个段现在看它就是要没有结束。这段现在虽然说有5个月的一个回落，但是要观察一下它有没有结束。周线上3段，把这个重新编排一下，这里是3笔的一个回落，或者说周线上是一个3段回落。那么周线上这3段回落，我们可以把这个拽过去了，不看它了。我现在只看444.65右侧这些，这3段我先比较一下，是不是一个等比例的一个停顿？现在还没到等比例，现在等比例在248.98、249附近。那么就是说这段如果说能够抬起来的话，就不到248之前能够抬起来的话，说明它内部结构够饱满了，可以出现转折了，对吧？那你现在关注重点又到了最后这一笔了。那么看一下它日线上是个什么结构，所以说你又变换的分析的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就是利用我们的区间套，一点点降低周期，你能够让你的周期关注的周期越来越小，这个显微镜越来越大，读书看得更仔细。日线上所有的这些在周线上只是一笔，但是在日线上也是一笔。这里的话，它在1小时上肯定是有中枢的，对吧？需要再次降低一下周期，看一下1小时上。那1小时它这个中枢就比较清楚了，这里有一个大中枢，1小时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然后你看它所有的震荡全部在这个中枢的内部。我们看这个后面这里，不用看，因为这里是不够的。所以说进入段就是直接到这里，然后在这震。然后这里的话不够，所以说1笔都在这里了不够9笔，1、2、3、4、5、6、7，第7笔。现在还是1小时震荡的第7笔。如果说这里能给个2买的话，你是可以尝试做它的。就是说，如果说上去现在已经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就是说没有脱离1小时这个中枢震荡，那你就看它能不能够回来之后给个2买，然后看它能不能快速拉上去。这样的话，日线上的话，这里就是那个日线那个回落的1买，对吧？也就是说，日线上虽然说有底分型了，我们看一下裸 K， 它也刚好踩了一脚200天，所以也是挺技术的。所以说现在这个首先不要追它了，因为它马上就要面临120和200的这个压力。所以如果说停到某一个位置，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再往上冲一冲，比如说它也可以再往上冲一冲，然后就是你简单的话就是做2买，做2买之后看它能不能够上去，对吧？现在有的话可以再拿一拿也行，因为它毕竟这段冲的还是挺强的，就这一笔现在目前冲的还挺强。到了比如说就简单说这2个压力位的话，或者说这有一个中轨，1小时上有个中轨到这里，然后你去关注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这个内部结构需要看一下它的5分钟、15分钟上，如果说比较饱满了，什么是饱满？就是有2个小中枢了，那你就不要再往里追了，或者说可以先减一减，等待这个1小时上的再次回落，做它的2买。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抓到这个日线上这笔反弹的那个回落的位置。那么日线上这一笔又牵带的什么？就是如果说能够彻底转折的话，就是说其实在做的就是周线上这个大的这个一笔反弹，或者说一笔上涨。如果说周线上一笔，如果说能特别强势往上走，那就最强了，对吧？因为在周线上这是一个3笔的一个回落，对应的是一个1笔上涨，直接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这个位置是可以做的。现在是这个结论，就是说现在可以慢慢跟了，毕竟它这段日线上也够一笔了，然后1小时上又这么一个结构，现在出现反弹的结构是可以慢慢跟的。那最终的就是，如果说周线上反弹的这个很弱，相当于一个技术段，然后2次反弹确认，那你就要多减一减，因为周线上要大幅下杀，去完成这个我们刚才在月线上看到的那个结构，就是月线上它可以让这个回落的结构更饱满一些，因为现在月线上是1笔。我用不同的颜色，月线上是1笔回落，周线上是3笔回落，但是呢，这3笔回落它完全可以让这个结构更饱满一些，然后生成2个中枢的下跌都可以，对吧？但是在当下的这个位置，我们不知道，在当下这个位置，我们不知道它是直接1笔上去，还是说我在这里做中枢再下来，甚至2个中枢再下去，我们不知道它怎么选，所以说这个位置你就要开始跟了。
目的就是说，你一旦微转的话，你这个位置不进的话，那可能要回头要去追涨去。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不去预测，但是出现了这个结构的时候，你就要从当下你要能够观察的周期，或者说你能交易的周期，就要去跟踪它，然后往里进仓位，对吧？然后止损也要是那个，如果说这个长期看好的是不用止损的。我们之前应该是回答苏珊朋友一个问题，他问就是说长期看好的股票需不需要止损？如果说你的成本已经很低了，又长期看好的，你是不需要止损的。只是说，比如说日线上出现了位置买一买，但是呢，有可能你比如说你这个位置买了，然后它又把它跌破了，又开始下跌，相当于你被套在里面了。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对应你的仓位，对吧？这个位置进多少仓位，这个周期配置多少仓位，这个你要有数。级别越大，可配置的仓位越大；级别越小，可配置的仓位越小。这正好是对应的。很多人做的刚好相反。级别可能拿1分钟的这个周期在这做，然后可能满仓在这玩，或者说仓位非常大的玩，那你正好配置是相反的。好的，针对这个 Coinbase， 我说的我觉得应该很清楚了。我们再看这个 Lily 朋友问了一个辉瑞的。那么辉瑞的话，就是最近他跟这个诺和诺德2个减肥药公司在竞争一家公司，是吧？然后周末的话也出了这个结论了，但是呢，有可能这个辉瑞这个付的这个价格比之前预想的要多一些，可能被玩了一把，对吧？但是没有办法，竞争的话，竞价。你这个就看谁的出价高嘛。虽然说他也上这个去告这个诺和诺德，但是这个法院应该不管他的。所以现在已经有结论了吧，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辉瑞一直在减肥药市场，它没有太好的一个进展，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收购它。那么它的结构，其实我之前很早以前分析过它的一个非常大的周期，也就是年线。当时我是非常不看好这个辉瑞的，因为当时在这个位置，就是说。现在看的周期是12M， 也就是每一根 K 线是1年。它在这么大的一个周期上当时是形成过一个年线的顶纹型。然后我当时就是说，我应该是在36附近吧，这个附近我说就非常不看好的。那么现在它是在年线上有可能出现了年线回调利比，也就是说它在年线这么大一个周期有可能要做一个中枢了。而且这个中枢的雏形已经出来了，最好是不要跌破最下面这个低点，类似一个通道形状的，对吧？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这一笔我们就要观察它什么时候能结束。那么继续往下降低周期，季度上现在看它的裸 K， 季度上已经回落够一笔了，然后季度上也出现那个季度的底分型了，都是好迹象，对吧？然后再看它的月线上，月线上3段。我们看这个月线上成没成中枢，这是有一段回落，但是不构成中枢。那么现在是这样，月线上是一个123，或者说是12，因为前面这个不构成月线上的回落反弹一笔。也就是说，月线上如果说这一笔反弹就这么结，因为月线上又出顶纹型了。月线上又出，所以它偏弱呢，因为它在减肥药这么大个市场上没有产品跟诺和诺德和这个艾利丽来竞争，造成它一直这么低迷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现在月线上又出现顶纹型，如果说这个顶纹型再次跌破20.92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月线大周期的一个盘整背驰，也就是说月线上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构。因为这种大周期上，如果说一旦出现盘整背驰，有可能是一个大底。所以说，你可以盯着这个，我们不知道啊。首先，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够跌破这个20.92这个位置，因为它现在也是买到了这家公司了嘛，新的减肥药的一个公司。如果说能够以这个作为契机的话，但是那个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对吧？现在就看这个20.92这一笔反弹什么时候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了，然后要下跌了。现在周线上是一笔上一笔下，周线上就是。把这个周线上给它画一下。那么周线上，我们现在关注就是这一笔的回落有没有结束，对吧？如果说这一笔结束的话，那么在周线上的话，那意味着这个结构没完事，可以再打一个高点才结束月线上那一笔。虽然说月线上已经有月的顶纹型了，但是不代表就要回落成一笔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周线上这一笔的结构。周线上
我们把这个切过去。那么周线上我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最高点下来的27.69下来的，对吧？那么周线上是一笔了，日线上现在是可以是3段，应该就是满足3段。日线上是满足这么一个1、2、3段。虽然说今天又打了一个低点，但是呢，明显没有力度了，看到没有 ？MACD 出了新低了，但是柱子不太伸长，然后快慢线也没有前面低了，或者说快慢线现在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被吃，这个柱子的面积肯定是比前面的小，所以这里是有希望要弹一下，但是呢，你可以再等一等，就这5、6根 K 线，看一下这个内部。也就是说，这里出现了3根 K 线，那么这三段啊，这3段我先比较一下它的这个空间。那么现在是跌破了24.12，看收盘之前能不能够拉回来，对吧？或者说它这里其实也可以是这样，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构成了一个反向中枢，然后走离开，就看收盘之前能不能拉回来。如果收盘之前拉不回来，继续往下延续的话，那就是走离开了。如果说跌破这个24.1，一定要注意。如果说继续往下走，说明不被持了，那就要重新比较。变成了，我们把它这个1小时上，这里就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我要比较进入段离开段，看有没有背驰，是不是进入那个背驰段。哎，下一个位置23.86，如果说它打到23.86了，然后你可以尝试做一点短差，看它弹这一次。如果说能拉回到这个中枢，当然是强的。如果说不能够拉回到中枢，只是形成了一个1小时的3脉，你继续要减，因为它可能要继续往下延续。是不是要做2个中枢才结束整个一段，对吧？但整体来讲，现在它下蹲的力量偏弱，你可以找机会去这个做多去。现在那个不要去割肉啊，什么做空啊之类的，因为明显是动能弱了，尤其日线上这一段。如果说这段结束之后，也就是说周线上这一笔结束了，你可以做周线上这个2买了，其实是，但是周线上只要不跌破20.92都是2买。可以看它是不是再次突破一下前面那个高点，还是说要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也可以，对吧？所以说20.92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点位，只要不跌破它，那么我就有希望以这里作为一个平台，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但是目前看这里能停顿住的话，那就有希望往上走。所以说，只要20.92首先呢要能守住，因为毕竟这是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最低点，守住的话，那么年线上如果说起来一笔，那这个首先它这个框，你看它这个区间，我们看一下测一下它这个区间有多大，从现在的价格到翻倍的，对吧？97%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还是很大的。这个了解这个行业的，然后又有能力玩的，可以去跟一跟这个。然后再看，还有5分钟时间。12位朋友问了一个叫 DUOL， 前面财报被套住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个什么公司，没太关注过这个。哦，这好像大家也问过一次，不知道是不是个中概啊，还是什么玩意儿？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你是在那个财报的时候被套住了是吗？也就是说，在财报前260之上被套住了。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这个是月线上现在又向下延续了一段，也就是说之前月线上是出现过底分型的，看出现过底分型，然后底分型被打掉了，现在是出现了月线的一笔延续。那么5544向下的一笔延续，现在是。周线上，1、2、3、4、5啊，周线上可以是一个3段回落了。那么周线上有希望，现在吧，柱子的面积是被持，但是问题是它的这个 MACD 张口张那个 MACD 快慢线张口张开太大，这个没有被持，就是说一般是有一个被持的话是单被持嘛，现在是只是这个柱子的面积，但是这段没结束，看这样子是没结束，我们看一下
次级别，就是这个财报造成的一个快速下杀，而且跌破了前面这个类似一个传统理论管这种叫颈线了，对吧？前面这个低点，然后直接用跳空缺口的方式直接砸掉。那么现在其实它怎么说呢？不知道你对它的基本面了解如何？这个票现在啊，图形上走恶劣了，因为它完全可以向下延续这个往下走，就是而且周线上你看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均线200均如果要跌破，前面这里一直是120均都踩住了，对吧？现在是跌破它，然后向下走，变恶化的一个迹象。然后这个这里是给过一次弱的反弹的，就是从前面这里看的话，这是周线上一笔下一笔上，给了一个非常弱的，就相对偏弱的反弹。我们看当时的反弹的一个空间，应该是没到0.382，对吧？当时这个反弹还没到0.382，所以说一个偏弱的反弹之后继续往下走。我不知道你的仓位如何，但是首先。是个学习语言的 APP。首先不要加它，这个因为你现在不知道这段它有多深的往下砸。你看它这个张口张得太大 ，MACD 的这快慢线张嘴张得太大，说明动能太强了，下跌的动能太强，尤其是跌破了一些很重要的均线。所以这个票整体偏弱。我的建议是，如果说套的不深的话，看能不能够给你一次反弹之后先全部出来，就全部都出来。而不是说，因为它整体大方向是非常弱的、非常空的，它甚至可以去这个位置之后再停顿，145这里停顿，145的话，还有23%左右的一个空间呢，对吧？所以整体这个是非常弱的一个。那么你弱的再加仓，那可能越买越多，然后造成一个深套。所以说，如果说套的不深的话，只要给一笔反弹，不论它弹到哪里，你也可以用这个先测一下。比如说，如果能弹到274，甚至是不到那个位置，但是反弹够一笔了，你就先减一减，甚至全部都先割了。我都建议先割了，割了之后再看。那么回来了，我可以再买回来，二买用二买再买回来。如果说它弹一次继续往下深跌的话，那就不管它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票整体是，不太好，图形上起码没有表现出来有迹象转折的这个迹象，而且整体是偏弱的，又是个做 APP 的一个做语言的一个 APP， 不知道，是只是画饼的话，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说了，选择股票呢，一定是选市场的主线。什么叫市场的主线呢？主线现在就是 AI 芯片呐。这些玩意儿，对吧？那它可能是沾边儿，但是它不是主线，它不是这个所有机构的一个共识。他们拿不出真的东西来的时候，那它一跌就特别凶，涨可能是真的涨一点，就是这个画饼的时候或者概念起来的时候涨一涨。所以说一定要做这个，比如说你就是瞎挑，闭眼睛挑，你就挑那些机构扎堆儿的。因为那些票一旦下去之后，它弹起来也快。比如说我们之前说 Palantir， 虽然说那个大空头 McBurry 这个做空的，但是这里面有无数个基金在里面扎堆的，它又是 AI 又是军工的，对吧？你买这些的话，你看它是慢慢的这个底部是慢慢抬起来的，看到没有？是上升的。任何一个那个热门的这些都是上升，它这个前面这里是短期下来了，但是所有的票都下来了，但是它的底部是慢慢抬升的。对吧？这样是我们要买回落的，所以AMD 当然我是之前说过很多次，我是不看好它的基本面，毕竟我们要做龙头嘛。但是人家也是慢慢底部慢慢抬升的，所以说这是可以买回落的。那你是慢慢出新低的，每一个反弹都很弱，那你肯定要远离它。所以说这种票就不要碰它，它可能很便宜了。但是刚才说的那个其实也不便宜价格，但是如果说你发现那种的话，我就不搭理它，这种你就离得远远的，对吧？它把这个周线上的话是尤其这次反弹很弱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毕竟大周期上。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了，感谢。